你就不想提前把手术做了？这可是给你一个增加临床手术成果数量的好机会。我这人呢不会暗度陈仓，而且外科主任已经跟我说了，随时可以接收张艳丽提前手术。只不过如果我们这么调度的话，怎么跟人家解释呢？你姐夫误诊又不听劝告，总得给人留点面子吧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希望张艳丽啊别有什么情况发生。越来越不像你了哈，想事还挺周全的。你也不像你啊，看你刚才见张一鸣那模样。怎么了？不许乱说话啊！哎，这才像你。兄弟，是兄弟吗？是兄弟吗？有话就说。你该不会真对赵一鸣动心了吧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得，你勾嘴。左医生，陈医生，早。早。走。左医生，能不能请您帮个忙？不行。开玩笑。什么事儿？您能帮我把这个交给潘护士长吗？这，你的？啊，什么东西？我看。哎，千万别打开，你交给他就好了，行吗？行行，怎么不行？行，没问题啊。谢谢，快去吧，快去。放心吧啊，放一万吧，行。去吧。怎么是凉的呀？什么东西还用冰镇着啊？该不会一大早送寿司吧？更重口味的呀？看看。哎，你不是答应人家不开盖的吗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知道？再说了，开一下又不会坏。什么人呢？行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。你是不是觉得张强跟潘杰啊，还够滑的？看，噔噔噔噔。这都受不了，还医生呢？那还得分时候啊！你吃早饭时候拿个尿检样品你试试。我早饭不吃这个。哎，你说潘姐，张强送潘姐这干嘛呀？小白，这也太赤裸裸了吧？哎，不对呀！我昨天就随口说了一句，我跟潘姐说，如果你想要孩子又不想结婚，可以人工受精。难不成？那也不对呀，应该拿过来呀。你也太不了解人工受精的流程了啊！告诉你啊，潘姐根本就没有接受人工受精的资格。那就更不对了。行，我明白了，潘姐是想要张强的。那也不应该拿到医院的。莫非他想找不孕不育科同事帮忙？哎呀，你就别想这么多了啊！他不问，咱们就不说了，是不是？你问人家，人哪好意思说呀？也对。哎呀，我答应潘姐谁都不说的，保密啊！保密？我保守的秘密还少吗？也不差这一个。话说回来，潘姐也真是，人家质量也不错嘛。
谁呀？我去检查张艳丽了。等等，话还没说完呢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们俩才认识1天，张强就能送潘姐这么特别的礼物。要不撮合撮合他俩？低调，一定要低调，做好事要不留名。你自己都吃了吧？喂，哎，陈叔叔。左右啊，啊，你什么时候送病人过来？要抓紧时间，别拖拖拉拉的。哎，其实吧，你看这事儿不着急啊。尽快送来办理手续。那个董思贤怎么搞的？不是应该他来确诊吗？这董思贤嘛是这样，已经确诊了，就是想再观察一段时间。既然左老确诊了，那赶快把手术做掉，再拖延对患者不利。哎，我知道了，陈叔叔，放心吧啊，我们尽快。拜拜。嗯。董思贤啊，董思贤，你说我听你的吧？啊，别人催促我，我不听你的，你还责怪我。别人问多了，我还得替您撒个谎，您还得误会我。得，我就再仗义一回啊！等你回来自己来操作吧。狗刺儿头。有个性，我喜欢。什么情况？不清楚，发烧，意识模糊，可能是病发了。可能是。快送外科。怎么跟他们说呀？只说病情，我去准备手术。幸好只是腹膜发炎，没有造成脏器损伤。没想到腹膜发炎这么快啊！还不都怪你，昨天晚上告诉他病情，8成是上火引起的呗。要不是因为感冒，也不会轻易手术。别说这些了，眼前最重要的是怎么跟你姐夫交代。跟他说吧，他不会不近人情的。谁知道啊？潘姐，今天早上你忙什么呢？张艳丽发高烧了，你竟然没发现？啊，真的？怎么会呢？她现在已经做完手术，在外科病房休息，这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这种事在我身上从来都不会发生的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她现在没事吧？有惊无险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那个张强呢？哦，下班回家了。哦，知道的很清楚嘛，才认识1天的时间就很熟悉啦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别装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们都知道了？谁告诉你们的？我们自己看出来的呀。哎，你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？别跟人说，笑死人。不声张，不声张。这个姐弟恋嘛，还是蛮流行的哈。你
们俩一天当中就可以这么熟悉，说明还是非常聊得来。怎么样？要不要我们赶紧说说媒啊？钱小小，你绕了半天来找我，是不是就为这个事儿？我很严肃地告诉你，为了别的事儿，我可以不生气，但是如果为这个事儿，我是一定会生气的。我跟你说的是严肃的问题啊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治疗师还有人家送你的礼物呢。潘姐，这左医生、钱医生是什么事儿啊？我就喜欢听秘密，什么秘密啊？别乱说，你没看到潘姐反应啊？就对。小萱萱，知道我带的那个实习生程强吗？知道啊。你确定他跟潘姐配吗？没事儿啊，难怪你们说什么姐弟恋啊，什么做媒呢，我听着挺奇怪的。哎，放心，我谁也不告诉，绝对保守秘密。还有啊，吹风这种事，多一张嘴巴不是更好呀？好气。哎，我什么都不说了。哎呀，潘姐谈恋爱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。主任刚才打电话了，问张艳丽的情况。早上突发状况，手术已经做了。主任没签字，你们俩擅自动手？怎么了？走的外科手术流程啊，情况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如果患者不出意外的话，半个月吧就能出院了。喂，主任，主任，我跟你说呀，张艳丽的手术已经做了。什么？哎，您现在讲话方便吗？我给你详细汇报一下，好吗？长话短说。说是突发状况，外科做的手术。外科？他们不是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位就是我昨天跟你提到的青年才俊，董思贤，董医生。这位是研究院的李教授。哟，果然年轻啊！啊，您过奖了。那什么，您先坐。好啊，我准备一下。我这听你讲一下。大家好。
术非常成功。放心吧，啊，今后不会影响到你怀孕的。不过，要等半年以后。谢谢医生。Good morning，潘姐。早。早，看谁来了？逞强，逞强。你干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早，潘姐。早什么早？一大早的，有什么事儿那么开心吗？笑什么笑？就是，有什么好笑的啊？做什么错事儿了，得罪人潘姐了？左右，你少在这儿给我装，都是因为你和钱小小。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如果你们再这样，我就真的要生气了，知道吗？你还言语。潘姐，左医生怎么得罪你了？跟你没关系。潘姐的，我跟你很熟吗？叫我护士长。真是的，这帮孩子，没大没小。什么意思？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谈吧。你回来，这儿没有别的人，有什么话直接说。这话应该对你自己说吧。行啊，绕开我，通过外科发起手术。左右，你可真有一套。如果你不是左老师的儿子，你能有这能力吗？如果你不是我爸的学生，你有机会站在这跟我喊吗？这样行不行？你来当那个主任，我让给你。好啊，可以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还真不感兴趣。那你想要干什么？跟我作对？看我笑话？主任，你啊，先冷静一下情绪，好吗？坐下来，咱俩慢慢谈。啊，你不要觉得你手术做完了，你就觉得比谁都高明。回访一下你刚才说过的每一句话。从金屋给你拿病历开始，你说过一句跟病人和病历有关的事儿了吗？没有。你只关心我是否听你的话，等你回来操刀。可我告诉你，转到外科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发生，可紧急情况就是发生了，能怎么办？你让我眼睁睁看着患者病情恶化，等你回来吗？紧急情况和手术本身是毫无关联的。你的意思是我故意的了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想要做什么。主任，我之前没觉得你有问题，真的。你讲流程、避风险都可以，可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小人之心。是，我左右是想要一个漂亮的成果和一个论文，但是我会拿患者的安危放在第一位。我是有私心，我想让我爸对我有信心，其他的没有。可是你呢？行，是男人就坦荡一点啊，就像那天喝酒一样，有话明着说，不要背地里搞小动作。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没想针对你，没想挑战你，你怕什么？怕我争夺你的位置吗？兄弟，这个权利让你变了一个人，你自己没发现吗？权利是什么？是责任，是对每一位同事的责任，每一位患者的责任。你现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倒真想试试看是否做得比你更好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去找院长。走啊！怎么了？你问他自己。还有你，
你们在手术之前为什么不给患者做一次全面检查？不确定发生的原因就动手术吗？你知道当时情况紧急，我们根本来不及啊！你不要找借口了，我不想听。姐夫，这个手术如果没有左右的话，那患者会有生命危险，到时候我们医院会承担很大责任的。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，还是你准备向上级领导汇报？我们是医生，什么事情都应该为病人去考虑。而且当初我跟左右已经跟你提出好几次疑问，你都说没有问题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诊的，更何况当时情况那么紧急。那以后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绕开我进行手术，那要我这个主任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吗？我们知道你是主任，也没有想绕开流程，可是，姐夫，你不觉得自从你当了主任以后，什么事都变了吗？你跟他说什么了都？说心里话，他已经不正常了。权力这东西啊，真可怕。这事儿就这样吧。就怕他不甘心啊！真希望他能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最近的行为。现在就只能靠他自己了。算了，谁让人家现在是领导？那你准备什么时候整理病历、写论文啊？这个着什么急呀？走，晚上我请你，咱俩吃顿大餐。可以呀，现在心也宽了。那是，人若惹你，你要生气的话，岂不是让人得逞？现在流行淡定，淡定。来，姐姐。真不错啊！搁这儿吧。好。哎，你喝点什么？不我给你烧点水啊。不，别嘛，别嘛了。走，真不错啊。哎，祝贺你啊，重新回归了单身生活。啊，其实独处也没什么不好，哎，独处也是一种享受。你看我，老婆孩子在家里，一回就给包围了，房子太小，连自己一个空间都没有。没听你提起过你的家人呢。哎，平时大家忙，谁要跟我闲聊拉家常啊？是啊，男人嘛，在外边打拼都不容易。你爱人做什么工作？哎，还没工作。哦，那算了，我的家事不提了。哎，主任，你看张艳丽这个案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算了，你够辛苦的。你一下飞机回来就到办公室里报道，真够累的。这件事情呢，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了，好吧？啊，行，那这样，晚上我叫几个朋友，晚上给你接风，得好好吃一顿啊，喝一顿。哎呀，不用，我很累，你的心意啊，我领了，改天吧。走吧。我累了。左右，最近张一鸣忙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我打电话找不到他。忙嘛，可能出差什么的。要不然你约上他，晚上一起。别了吧。我找不到他，也许你能找到。你告诉他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哪儿呢？
在家呢。不是，你最近一直没见田小小啊？哎，他那儿是不是凉了点啊？现在情况很复杂，他已经让我找你了，明白吗？不是你傻呀，他让你找你就找。废什么话？我说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？人家那么好一个女孩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我告诉你啊，该分手时就分手，明白吗？别拖拖拉拉的，这样对谁都不好。改天吧，我都到家了。今天。行吧，你把地址发给我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赵一鸣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就算有事的话，你不应该问我吧？你们俩都是一丘之貉，互相隐瞒，互相包庇。就别说那么多了。你要是真不喜欢他，当面跟他说分手不就完了？你们俩到底是不是朋友了？你不也是我朋友吗？来，为了朋友，咱俩干一杯。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反正菜还没到。那什么，我去车里拿点东西。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？我跟你联系也不回复我。小小，我觉得一个人冲动的时候啊，很容易做错事儿。其实你这人吧，我觉得你是一个挺好的女孩，率真、简单。然后呢？其实那天送你气球那事儿是左右的主意，我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效果，所以这错误就开始了。明白了，原来我是你一个错误啊！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难道一定要在你面前掉眼泪吗？不是，没事就好。你要真哭了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还有事儿是吗？我没关系，你可以先去忙了。我没事儿，喝一杯。您好，有预定吗？里边请。小姐，这是我们的菜单，然后微信点单也需要交。谢谢。喝一杯。你接个电话啊。喂。我说你听，你千万别说话，我能看见你啊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就损下来了？没有啊。你车里是不是有 GPS 跟踪系统？啊，完了，孙岩来了，8成是来跟踪你的，你废了，别坑我。
你把钱小小支走，过一会儿过来种树，听见了吗？好。哟，孙岩左右，啊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一鸣呢？啊，你约的他呀？那你们弄得神神秘秘的。啊，那什么，我让他叫你一起来的，那人呢？他没来吗？车已经到了呀。啊，那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啊，我那个从公司直接过来的。那咱们俩就坐在这儿等他吧。啊，你先点菜。你什么时候到的呀？我刚到。今天穿的真漂亮，很有女王的气质。谢谢。那什么，那你先点着菜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嗯，好。聊完了，聊得怎么样？挺好。都聊什么了？你怎么那么好奇啊？我跟小小说实话了，我跟小小说，我追她就是个错误。那你还不快走？走啊，还有脸在这坐着？哦，小小，我走了。再见。走啊！什么人呢？就是个混蛋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没有啊。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哎呀，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？你为什么连个暗示都不给我？我暗示你懂吗？好，就问你这句话，我多点点菜。点，随便点，只选贵的不选对的。来，今天我请客。嗨，亲爱的。左右说请我们两个吃饭呀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你猜 ？Surprise！ 把我爱吃的点了，我去洗手间。不是，哎。我知道。左右，你不去洗手间了吗？跟这干嘛呢？看到。我的朋友。这么面熟啊？你同事啊？啊。那你干嘛不叫一起吃饭呀？骗我们干嘛？不对吧？什么不对呀？我们两个想二人世界不行啊？你不是说请我和赵一鸣吃饭吗？啊？
哎，赵一鸣，把我大衣和包拿过来。啊，左右，嗯，干嘛那么紧张啊？没有，我紧张什么？左右，是你朋友啊？啊，好朋友。亲爱的，左右新交了女朋友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呀？你怎么没跟我说啊？不好意思，请让一下。谢谢。请慢用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一起吃吧。侯爷，我呢，最喜欢吃这家牛排，3分熟刚好。这男人和女人相处啊，也像牛排，3分熟嫩，但又能吃得了血丝和肉汁。虽然有一股腥味儿，但男人嘛，有几个不沾荤腥的？是不是一鸣？嗯。相处久了呢，就变成5分熟了。虽然腥味是去干净了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等到了7分熟啊，就算是老夫老妻了。口感不好，又不好消化。我还是爱吃3分熟的，所以呀，要经常放男人出去沾点荤腥。对不对？我哪儿能了？赵一鸣，这位是你的女朋友还是未婚妻啊？女朋友。你不是刚分手一个吗？这位是新的。我从来不是谁的前任，永远是现任。你还有别人呢？当然不会啊，谁有你那么命好？有的时候，即使成为前任，也不错。左右，哎，你刚才跟我说的是假话吧？我怎么总觉着他不是你的？是你的吧？谁？女人要是成为男人的物品，就太悲哀了。男人的面子不是女人的面膜，在外面当然要这样说，回家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不是，行行行，别说了，走，说句话，你玩什么呢在？说什么呀？说话呀！这事儿也不赖我啊，怎么不赖你？快点儿！别着急啊，一桌炒菜没吃呢。对，一桌菜，咱们隔壁不是点了吗？去隔壁吃吧，好吧？走。不用，坐下来一起吃嘛。对啊，挺和谐的。这事都怪我，是我惹的祸。我想追他的室友，想让赵一鸣帮我拖着他，可没想到火点着了，就不灭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他让你再说一遍。我想追他的室友，想让赵一鸣拖住他，结果火放了，不
处。就那么回事儿。小小，对不起，真的。小小，我们俩对不起你。你们不用道歉。一个真正有本事的男人，只会爱一个女人。